帅气魔人大 PK， 老婆昵称也要比。我这昵称厉害，厉害。看看女王大人为什么是贴的？是刚取的，是不是？我只是念他一下，他就说你就是猪。我说你是猪太太，他就更生气，他说你才是猪公。我说啊，那你就猪母。好幼稚哎，好中二哦。很有小学生吵架。对啊，幸福人夫猛放闪，甜到陈哥都哭哭。比如卫生纸盒，我觉得我要买一个新的，那他就会说，等一下，你先不要买，就做了一个卫生纸盒，很厉害耶。可以拿来卖耶。我是个不好睡觉的人，他是个随时可好睡觉的人，好羡慕哦。是互补啊。其实你们似乎把最好的女人都娶回家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各位说电视前面的朋友，怕光流泪视力减退，请备妥墨镜，免得被今天晚上那些炫妻魔人闪瞎了你的眼。哎呦，欢迎他们出场。好，介绍第一位许梦哲。欢迎李运谦。哎呀，好特别。哇！欢迎陈志强。欢迎强哥。欢迎侯昌明，昌明哥。欢迎。不得了啊！不得了。我们宠妻界的四大天王已经到哇，齐了。真的哇，四大天王呢？这边最菜的其实不是许梦哲，他也结5年了。哎，阿勇结婚2年。我最菜，哦，你是最菜的啊。对对，我是23年，哦，才1年。对对对，1年多，侯昌明结婚了23年，哇，大学长啊！该经历都经历过了。我想有好几次应该也在危险边缘吧。的确会有，的确会有。你看，我们一开始就问这个好了，好不好？好好奇哦。请问帮老婆取过最可爱的昵称？昵称？你叫老公叫什么？我叫老公没有举外号。之前就叫猪猪。啾，好像叫狗哦，怎么听说家的猫就叫啾啾哎？为什么叫过来叫我觉得很可爱，它是一个会有声音画面的可爱的名字，很像那种压力球啊，或是什么的。是因为想要揪一个就是亲一下这样子的关系吗？啾哦，啾咪的啾啾，这样子的感觉。啾。这种撞声词的外号很多啊，以前我也叫我以前的女朋友叫过某某啊，就是一些某叠音字啊，叫我，因为她觉得我的个性像牛，她叫我扭，我就叫她某某。可爱啊！对，也挺可爱的。来，最菜的先来。猪为什么？哦，因为他是你的猪队友，对吧？不是，就是其实他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他常会问我说，哎，那个这个价格啊，这些东西这样子平均算下来一个是多少钱？我就会算给他听。我说这个很简单，我算给他听之后，我就说你根本就是没在算，因为我常常说他数学不好，然后他就说你就是猪。他有时候很生气，就说你就是猪，然后骂多了之后我也受不了。他说你就是猪的时候，我就说哦，那你就猪太太。好幽默对，哦。然后他就很火，明明是他不会算，为什么他骂你是猪呢？对啊，我只是念他一下，他就说你就是猪。他更笑登熊皮。对，我说你是猪太太是，可爱的互动然后啊。他就更生气，他说你才是猪公。我说啊，那你就猪母。哇，哎，好幼稚哎，好中二哦，好小学生哦。很有小学生吵架。对啊，我这昵称厉害，看看女王大人为什么是贴的？你的字为什么是贴的改的？你是刚取的，是不是？我刚会写上去，刚刚改到底有的。没有取啦？你这个成熟一点好不好？是老婆大人哦，所以意思差不多啦，尊敬的一个老可是明明他就什么都以你为主哎，对对啊，他是以我你为主。只是给他一个名称你而已。是他的天呢。对啊，那我在他的手机里面就有很多名称了。哦，像是他会叫我熊，因为他又觉得我像熊。你看我又像牛又像熊，然后还有就是还没有进化的人嘛，是吧？对一直很暴冲的一个人。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白木强，对，他觉得也蛮幼稚的你大他几岁啊？ 11岁，哇，有11岁哦， 11岁，没有代沟吗？
我没有哎，哎呦，我是因讲什么他为你够幼都点头啊。稚吧？哎，我也很幼稚，对啊，运性还蛮清楚我，但他也蛮幼稚的啦。他还蛮幼稚。我们两个有蛮多幼稚的东西会发生的。我生日的时候，他会传一个影片，传到我的手机，我一打开，他穿着内裤在那边跳舞，这样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像强哥会做的事哎，很像哎。他就是这样子。屁孩嘛刚认识那个，他没多久，他就这样子了。他也很幼稚啊。我们在高雄拍戏，拍，我们两个就休息，我们两个就到高雄的酒吧去喝2杯。晚上就说我们别回饭店了，到我家睡，因为我高雄人嘛。他到我家，我穿拖鞋，我鞋子脱了以后，我又往前走。他把他鞋子脱了以后，他穿了我的拖鞋往前走，进我家门。我说鞋子脱掉了，那这不是拖鞋吗？那是我的拖鞋。到了我房间之后，他又上我说不要上床，裤子脱掉，你帮我脱。所以叫我帮他脱裤子。等一下，这不是讲幼不幼稚，是讲喝醉的时候。所以说，男人两个在一起就会有很多这种幼稚的行为嘛。蛮可爱的。许梦梦跟赵梦梦这个组合真的是厉害了。我其实要讲这外号，我自己都会有点害羞，害羞吗因为很少在节目上讲到。他臭臭，人家长得那么美，你叫人家臭臭，不是，我们其实是互相会称对方臭臭。好可爱哦！但为什么会称臭臭？其实我们很难去回想出到底是因为哪一个事件或哪一个时间点，但是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刚交往的前期，晚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喝红酒，所以我们晚上就会在家里一起喝，然后喝的时候就有时候什么臭老公、臭老婆或什么这些，就会觉得名字很长，然后你喝到有一点懵的时候，就会想跟对方撒娇，然后就变成只讲前面的2个字，臭臭臭臭这样子，然后讲久了之后就变成好可爱哦，就变成我们两个互相称的外号，然后私下都还好，尴尬的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在的时候，然后很习惯的会这样子去叫另外一边，就像他有一次他跟他的一群朋友碰面，然后他就说，臭臭帮我拿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其他人就突然很安静，然后就问他说，他真的很臭吗？是个昵称啊。是个昵称。哎，然后现在有小朋友之后，也会变成跟着我们一起叫。就说啊，爸爸臭臭啊，你脚臭臭，然后就这样臭来臭去，就会变成家里的小朋友也会跟我们。孩子还不能分享还不能分辨什么是香的，什么是不香的，他就先接受臭了，臭爸爸。会啦，不会多想啦。可以接受这个，可以接受臭这个形容，其实是一个也是爱的表现。也是你不觉得吗？你又爱那个人，他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哎。对你的老婆或者你的老公不见得永远都是香的。对，我想到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件事情了。来，哎呦，我现在突然想到，因为你想到了，因为你刚讲说接受对方身上臭。好，有一次，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潜水，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两个一起去潜水，潜完之后呢，我因为潜完水你就会在潜店就会稍微就是梳妆打理一下，然后再回台北嘛。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怎么一直闻到一个怪怪的味道，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然后就有点不是那么好闻，然后呢又时有时无的，属于哪一路的？是腥味吗？像排泄物吗？不是腥味，可能像来个什么脚臭或什么。我一开始以为是脚臭，然后我就脚拿起来闻也没有啊，然后以为我的鞋子臭吗？潜水的鞋子那个套鞋臭吗？也都没有。到了晚上，我就在中岛用东西用晚餐，然后用的时候就觉得奇怪，除了闻到食物的香味，我还是闻到那个恶臭味又飘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又飘出来了。我弯下去之后，味道特别浓然后我站起来，又少一点，弯下去又特别浓。后来发现了，是我潜水的时候呢，有一个不知道是海草还是什么东西卡在我的肚脐里面啊，然后怎么会？然后肚脐那么深呐？你们照片它就刚好其实跟吸盘一样。然后因为我说潜水完你冲澡都是很快嘛，因为在外面的人很多人在排队，所以我就很快的冲完之后呢，肚脐可能没冲干净，所以就一直闻到那个味道。然后他后来说，我也是一整天一直闻到这个臭臭的味道，到底是为什么？那海草也太强了吧？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这个臭臭，这么一点点。我想到了，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怎么样？不错吧？不错。就这么一点点而已。侯章章，嗨，我的宝贝，真的吗？你真的有听到他这样叫雅兰姐吗？有过。你知道吗？因为一开始我不是叫我的宝贝，一开始我叫她宝贝，然后雅兰叫几次之后，她就会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满足，还是因为你一叫的时候，很多人都回头，应该会分别回头大家都可以叫宝贝，因为我叫我儿子也叫宝贝，叫我女儿我也叫宝贝，叫雅兰我也叫宝贝，然后他就有一天说，那你以前交的每个女朋友，你哪一个没有叫宝贝？
哎，我们突然语塞，不晓得怎么反驳他。哎呦，你真的都叫宝贝，对，厉害了哦，厉害！哎，侯昌明，哦，叫不出这个部分，你教我的啊。你再讲一遍，有些效果不要乱做，不要乱做，不要乱做。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开始改了。我的宝贝，然后他一听。你少来了，然后我那嘴巴就哇，这个抽到太阳穴，好像雅兰姐的语气哦，变 Joker，好像哦，他整个爽到天边去。我想说，哎呦，那这样就好啦。他说你少来了，那边怎么我是宝贝呢？我真的是你唯一的吗？我说当然，哎呦，我的宝贝，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他为什么就是有员外跟丫鬟的感觉？我也觉得，我刚才那个既视感，怎么会好像员外哦？我跟雅兰互动平常就是这样。哎呦，不要这样子计较这个。对，好了，夫人蛮快就回来了。就这种。对呀，因为我不晓得，因为我就很喜欢在婚姻里面制造一些比较有点不入流的行为举止或语言。这对你来讲很难吗？那不难，很容易啊。我信手拈来啊，屎尿屁的东西。对，听到没有？我说不入流很难吗？我信手拈来。对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开，我来录你们这个，那他要去录别的。我说哎呀，要分开那么久啊，那顶多是3个钟头，这么久，过来贴一下哦，我就会常常每次都会搞一些这种。对，阿勇这很重要，要学，很重要。跟志熙都会，也会吗？哎呦，也会。棒哦。对啊，你不是只有这样贴完，有时候你贴个5次，他觉得他有点在让他头这样翻白眼。我说，翻什么白眼？来3贴，我就有时候会搞这一3贴什么意思？怎么3贴？我会把他，因为房间只有我们夫妻俩嘛，夫妻什么亲密行为都可以做嘛，我就会把他脱光，然后衣服撩起来，我也撩起来，3贴，舒服，好。OK， 雅兰姐有想你讲这个吗？你不用形容这样会有画面哦，不要这样画面，对。不是，因为我觉得夫妻做什么都是合理的。然后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因为我觉得结婚越久，大家会越平淡，你越没有火花。经营一定要有一方你自己要主动跳出来，也许做一些对方不见得会乐于接受，可是他要去挑那个东西，那个婚姻就会觉得很有趣。你这个纵火犯，还一直放火。我们今天有2个环节，我们一开始只是用昵称来做切入点，接下来这2个环节挺好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 moment， 我决定这个女人是必娶，非娶不可。就是其实我爸爸是一个眷村第2代，然后他脾气非常非常差，对，有时候会动手，然后其实我们家庭里面有时候氛围不是很好，基本上我不太敢带女朋友回家，因为家里气氛不好。对，有一些女生她们会有一种观念，就是我如果结婚的话，我绝对不要跟公婆住 ，OK， 然后尤其是这么难相处的 ，OK， 对。然后其实我蛮怕他们看到我爸如果不小心暴走的那一面。那红丝那时候来，我爸一看到他就抓了他讲话。我爸很喜欢见到就是不认识的人就跟他聊他以前的丰功伟业，他以前是补教界名师，然后什么玉树临风。他以前在学校是跟我妈师生恋怎么样子，还有阿哥还找过他拍戏。对，像这种他就跟他这么帅啊！我爸以前还蛮帅的，然后就跟他讲一堆，然后这些我都听过800多遍了。然后我听到这时候，我都会说：“爸，你不要再讲了，人家不一定想听这样子。”我每次都这样跟他说。结果后来我发现，红丝在回到家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在跟他讲说：“你知道运庆爸爸怎样子？他很多话，然后很健谈，然后很可爱。”然后我才发现说，就是其实红丝他自己是比较内向。他其实反而会担心说，遇到我的家人，他不知道要聊些什么。他其实觉得长辈很多话很可爱，他很安心，然后他也喜欢听我爸聊天。哇，太棒了！后来我爸就是我爸他摔断腿，然后开刀嘛，然后也诊断出失智，那有大概半年的时间都躺在床上。就是红丝是跟我一起帮他换药。然后帮他按摩，那时候都还没结婚还没结婚。那个时候就是我有时候自己就是半夜的时候，我听到我爸的声音嘛，他就会爬起来，他就会跑去看我爸干嘛。
然后我有时候看到，有一次我就看到那个监视器，我就看到他穿着睡衣，然后我爸也穿着睡衣，他就跑过去，然后帮我爸按摩。太感人了。那个当下，我心里在想说，他是一个偶像明星，还没过门的那种，还没有。哇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别人了，真的要非他不可了啦。你碰不到这样的人，不可能，没碰过。对啊，没碰过也不会，我自己觉得很难。他感动到你了吧？对，我觉得他可以接受我的一切，就是我觉得最不堪的那一面，他会拥抱他。有 feel， 漂亮。其实我的状况跟运庆其实有点像，也是长辈吗？我觉得志熙跟红师其实都有一个很善良的，我原本一开始其实对婚姻我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我单亲家庭出身的，但一直到后来也是我妈妈很爱志熙，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就2个，我跟我弟跟我妈，我们3个每次在高雄坐在客厅里面就是看电视滑手机，我妈讲话我们2个很懒得听，但志熙就是会坐在客厅陪着我妈听她看电视，然后听她讲话。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我记得那时候才带志熙回去第2次还第3次，他睡前要调闹钟。我说你调闹钟干嘛？我们要睡的时候已经都隔天没事，都已经半夜2、3点了，你调8点闹钟起来干嘛？然后我观察到你妈都是早上大概7点半起床，8点会出门吃早餐。我想要陪你妈一起去吃早餐，好贴心哦！你知道我妈是那种早上8点敲门说强强你要不要吃什么？我说我要睡觉。这儿子都会这样。好糟糕哦！怎么又讲出来了？我有脱口而出。你们2个主持人都控制一下自己的，不要一直脱口而出好不好？他是很糟啊，就是你知道儿子，我跟我弟都会有时候都会私底下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陪陪妈妈什么？但是就是陪没2下，就觉得啊，但喘不过气来了。就他们2个下去吃早餐，我在8点他出门了去吃早餐了，我大概睡到8点15分，我就自己也过意不去，我就起来我也跟着下去。良心发现，他会良心发现。发现你，这种主持人嘴巴一直内心的 OS 一直不小心流露出来一。直不断讲OS。你用表情我可以看到你的 OS， 你不用讲出来打断我的故事节奏好吗？我觉得蛮好，因为志熙是你妈妈弥补了那份遗憾，对她没有女儿。对，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说我非他不娶。你这样还不觉得非他不娶？侯昌明大赞娇妻，背后原因让人喷饭。从认识第1眼第1天开始到现在，他永远在我心里面一直在加分，没有扣分。哇！因为第1天见面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子。因为志熙是你妈妈弥补了那份遗憾，对她没有女儿。对，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说我非他不娶。你这样还不觉得非他不娶？觉得我交了一个对的女朋友，我交了一个我妈喜欢的女孩子的一个一个媳妇儿，但还没娶进门。她本来是不婚主义啊。对，一直到我妈后来癌末安宁的时候，那段时间在病房里面，我都想说，我对我妈可能都没有办法到，你知道那个已经到要把屎把尿，帮她换尿布什么的。志熙跟我妈也才认识那几年，然后这样子照顾我妈，我就觉得她比我还像她女儿生的小孩。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有这种，不娶她娶谁？我不娶她，我要娶谁？有一天我们在病房，大概半夜很晚了，我就握着志熙的手说：“我谢谢你，我先感谢他。我说谢谢你对我妈的爱，我都看到了，很感谢。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给我妈一个，不要让她有遗憾。我们明天去结婚好不好？”所以妈妈有看到，妈妈有知道。妈妈那时候其实已经，她大部分是昏睡的状态，她偶尔会醒来。你刚才讲什么还有一个，但是她讲不出话来，因为她是肺癌，已经压迫到食道。她声音已经出不来了。
隔天呢，我就跟他牵着手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我们还特地去找了书画师帮我们书画打扮，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份孝心，想要给妈妈不要有遗憾，但我知道她还是会觉得我怎么这么随便就嫁了，对呀，所以我还找了书画帮她化妆，我们弄头发，我们到天亮我都没睡，因为我在想求婚的这个要对她说的话。女生更希望是还是因为爱？当然，一定是因为爱。那我就娶看护就好了，我娶她干嘛？是不是一个顺便？所以当然不是顺便，对。但是因为是我原本的，因为我觉得结婚这张纸哦，是一个对一个这段感情的保障。但是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家庭背景，我会认为这张纸其实要离就离了，这个有什么？但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我要给你一个保障，我想要让我的爱对你来说是有一个保障的。志熙真的好棒。感谢。孟哲该你了。因为我跟孟姿的年纪相当的近，就是才差1岁这样子。然后我们在交往的前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偶尔都会有聊到说对未来的规划。那其实我们两个也都并不会特别的强求说一定要结，一定不要结。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相处开心比较重要。那也发现说，他把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其实也当成他自己的家人，跟他自己的朋友一样。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年是疫情前，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内地有找我去参与一档戏的制作。我之所以讲说制作，是因为那是一档在讲冰上曲棍球的戏，然后是一个台湾导演在那边。那因为之前认识，所以他知道我在打冰球，他就找我过去，等于有点像加入他们的前置，把他们安排所有有关冰球的画面。那所以就变成说，我除了要过去拍戏之外，在拍戏以外的时间，我也必须待在那里。等于是说我可能3-4个月是完全都只能待在那里。那回台湾的时间就是录外景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也是我喜欢的事情，因为有融合了拍戏跟冰上曲棍球。但我一直很犹豫。那因为我爸爸也是在几年前离开，只剩下我妈妈。然后我姐姐也住在国外，等于是说在台湾就剩下我跟我妈。那亲戚全部都在中南部，几乎都在中南部，所以其实我也会担心我妈的状况。有一天她就跟我说，没关系，你就去，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就去。台湾的事情交给他来帮我打理。我老实讲，我不是一个贴心的人，然后我也是比较害羞的，所以有的时候，即便有些想法，想要对人好或对朋友好，但我都会有多一层的顾虑，就会觉得说，人家会不会不需要？但是他都会帮我把我的顾虑啊，我需要他觉得对我会好的事情，他都会在我想到之前都帮我做。那慢慢的，你就会想到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会想要他参与。好棒哦！这个女人的重要性，在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她所扮演的功能被彰显了。这个女人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好像不能没有她了。我觉得我跟雅兰结婚23年加交往4年，27年，从认识第一眼第一天开始到现在，他永远在我心里面一直在加分，没有扣分。因为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其实分数不高。你不能这样子，真的啦，我是认真的。她多会做效果。坏蛋！加分是因为起始分数太低，所以才会一直往上加。对，太低了。一开始26分，开低走，后来怎么知道会变98分？没有料到，他真的是让我跌破眼。第一眼你看到他，这个长靴、热裤，哇，整个这样子穿着他，你觉得玩咖？那不玩可惜了。什么心态？但是不是这样讲？我说可能就是老天爷的缘分。然后认识下去了呢，有一天，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个圈子有时候比如说要化妆啊，要什么工作的，好，那他在我房间，女生嘛喜欢这什么啊，这看一下。过2天我们又见面，那他来，包包里就拿出了一罐隔离霜。放在我旧的隔离霜旁边，我说：“哎，你怎么会买这个过来？”哦，没有，因为那一天我拿的时候，我发现你快没了，我主动帮你补货。我说：“哇，加分！”
我想，他很细心。哎呦，加到12分了，加12分，有更高的一点的，对不对？我不是说加12分，加到12分。然后后来呢，又有一次，那我那天真的工作很累很累，我回到家，我一样在我家，我说你可以帮我按下摩吗？他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趴着，他就开始帮我按背肩膀啊。那因为累到一个程度哦，你要按没几下你就睡着了，我睡着了，我好舒服哦。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你还在按？我想那可能我只睡了5分钟吧。我抬头看时间啊，已经过了1个钟头了。哇塞！他还在那边傻傻的按，他没有放手哎。我说那你怎么不自动就休息呢？他说没有啊，因为你说你很累，我不敢离开，我怕一离开一动吵醒你了。现在加到18分了，18分，这个可以再多5分。1小时才加6分呐！对。幸福人夫猛放闪，甜到陈哥都哭哭。比如卫生纸盒，我觉得我要买一个新的，那他就会说，等一下，你先不要买，就做了一个卫生纸盒，他很厉害耶，可以拿来卖耶。我是个不好睡觉的人，他是个随时可好睡觉的人。好羡慕哦。都是互补啊，其实你们似乎把最好的女人都娶回家了。我怕一离开一动吵醒你了。现在加到18分了，18分，这个可以再多5分。1小时才加6分呐！对，这也太难了吧！你很计较啊，算得很精的。对，然后呢，我直接跳到最后一个，完全是就结婚前夕好了。那一刻，我说我们大家交往多久？那时候交往大概4年了。我靠，很稳定了，很稳定了。我妈妈在民国90年的9月11号过世，好，一过世了。剩我爸爸一个人，他当年已经失智3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住在家里了。我说雅兰，那时候我们已经同居了嘛。我说雅兰，陪我爸住好不好？因为我哥我姐通通嫁出去啦，都在外面啦。我说只有我说我们回去顾爸爸。他说好，他都没有任何怨言。我说好，我说爸爸现在心情不好，除了陪伴以外，失智最重要是什么？你要走路。你要带他去运动，你不要让他萎缩。他每天做，我都不在。那做到什么程度？其实他骗我也不会知道，对不对？我从那个巷弄里面的早餐店经过，老板他说：“哎呀，侯昌明，你老婆真的是不得了哎，现在没有这种媳妇的啦，每天带她公公这样子去散步。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好的女人了。”那时候还没结婚，还没结婚。就是已经好到那个口碑，到时候我觉得哇，你是可以选里长的，你知道吗？那种感觉。那因为男人都会有要先立业再成家的一个观念，对不对？那后来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可是他这么好，我还要继续拖吗？我们就用1个半月的时间筹备所有的婚礼，印喜帖、弄喜饼、找婚纱场地，什么所有的搞定，结婚这样。看来你们都找到了啊，我们都把握住了。你们把握住你们人生命的好女人。接下来这个问题很特别。来，结婚以后才知道，原来老婆有这个优点。生活智慧。哎呦，怎么说？她以前是偶像女团嘛，但我没有发现到，就是原来其实她其实还蛮节俭的，蛮节省的，就是因为家里面有时候就是要收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要买一个什么柜子什么。然后或者是比如卫生纸盒，我觉得我要买一个新的，那他就会说，等一下，你先不要买，然后他就开始上网查，然后他就用那种很漂亮的纸袋，就做了一个卫生纸盒。对，这是纸袋做的。对，一般的购物袋啊。好强哦。对，就是比较一般的购物纸袋。对，他很厉害耶，可以拿来卖耶。这个很漂亮哎。他常常会想到这些东西，像我女儿就是她现在口水很多。然后每天要换很多口水巾。那我没有很爱那个出去露营的时候，那个口水巾你不知道去哪里洗哪里烘干，他就觉得说有那种很吸水的洗澡巾，我买小条的，对他那个口水流一整天啊，全部都吸了，因为比较大条，它可以折过来，然后再吸，然后再反折再吸，然后那一种材质的，你可能晚上把它洗了之后，隔天就干了，好可爱。对。然后就这样围着，这么可爱，长牙齿了。我觉得长就是好人家的女儿啊。对呀，对，她真的很可爱。好人家的女儿啊，一看就是。好巧型哦。对，然后有一天台风天，
他就做了一个，他就说，哎，我来煮台风面。然后他就用什么一堆罐头，因为我们以前台风都会想说吃泡面，什么青最简单。鱼罐头那种的吗？对，你知道吗？番茄他就说，青鱼他说我从小我们只要遇到台风，然后妈妈就会煮这个。台风面，对，这就是台风面，就是有很多东西去概念上跟吃冰箱嘛，然后把那个鱼罐头啊什么的。对，因为冰箱如果停电的话鱼罐头，东西都会坏掉，所以要清冰箱，然后再加个鱼罐头这样。他说他小时候都是这样，他们都很期待台风天。我就发现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很谢谢他爸爸妈妈，就是给他这么棒的成长，对，然后也能够带给我这种就是很温馨、很棒的家庭那种感觉。他真的照亮你的生命里的黑暗呢。真棒，的确是，真棒的有。好有 feel 哦。哦，我觉得今天节目的感觉已经到点了，我觉得够了。 OK，其他3个应该可以不用讲。我们这个不用10人了，那我们就去不是，领钱喽已。经幸福成这样子，你要把人家磨成什么？伟大我们摄影师也有家庭，每个人边录边哭，对不对？他们每个人都没有你们幸福，然后你们把他的老婆形容成这样，你知道没几个受得了。哎，我要不定力够，我也难过啊。哦，你们把这边你们怎样？家里没温暖吗？你们似乎把最好的女人都娶回家了。那是因为陈他没机会讲，不然 Kate 也很棒。对啊，大嫂，大嫂很厉害。来，女王大人，她结婚后才发现的优点是，互其实我补贤内跟志熙助在一起8年，结婚2年，但他在我心目中也是那个。那分数一直在往上加，一直在。不一样是一开始分数是这样讲吗？不一样是一开始分数就不低了，他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要讲的是志熙，他是个不会做家事的人。因为他妈妈就是家庭主妇，爸爸在外面工作，妈妈是帮他的照料的。我的岳母是把无微不至的家庭所有都弄得好好的，所以志熙等于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是个生活白痴。我们在聊完生活智慧王之后再聊这个，对，因为蛮我们要聊大的一个生活落差智障王了，现在怎么聊的这个？像洪氏会做的那些东西，志熙不可能会去做那些事情，他连洗衣服都不会。没有关系。洗衣服有什么难的？不就洗衣机吗？一个按钮，衣服丢下去，一个按钮按着，洗衣机倒进去不就会动？他不会。好特别哦。什么我在煮开水，要煮泡面，我说我先洗个澡，水滚了，你帮我把火关掉，我出来再弄。水滚了，我说你把它关掉啊，怎么关？我说你就把它关到底就好了，我关到底了，火还是在烧。他转成小火，对他转成小火，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关到结束。我说你那个是顺时钟，你要逆时钟转，这样就是他连这个都不会。好特别哦，这个。从结婚之后，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说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你从来没说过。我只会笑而已。笑也是嘲笑吗？还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会火关不了，你会不会笑？会嘛？会，但是会。洗衣机，那衣服怎么洗？我说你这样子，这个什么啦？我说你就这样子，这样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样子，他就跟我说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后来他慢慢的，你知道他会洗碗，他会折衣服，你们听起来会觉得说这有什么难的？他真的不会，他会，而且他现在会切水果了。不要吐，刚有人吐。万能老婆样样会，侯昌明走路有风。我曾经忙到真的没有时间剪头发，结果他为了这个，他跑去学，跟老师说，我只要剪我老公的头发，然后再剪到现在越剪越好。插花，那他就去上了几堂课，自己插，他就很会弄。那我就觉得，这个菜，这个是 brunch， 很厉害哦，很厉害。他现在会切水果嘞，很赞。不要吐，刚有人吐。而且我们在工作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贤内助，因为志熙很喜欢看小说，他对阅读跟他理解能力很强。有时候我在剧本上，我有时候什么点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会用一个他的角度去跟我讲说，我觉得怎么样，会让我觉得说，会通。然后我觉得一个最有趣的是，我是个不好睡觉的人，他是个随时可好睡觉的人。好羡慕哦。然后我常常在工作完之后回去，比如说有时候拍8点档那种没日没夜的，
我要很早起来。我起来，他就一定要跟我起来。他起来，他喜欢就是送我就是出门工作的那种感觉，要亲一个啊，说什么像日本太太那样子。对。然后，但我有时候晚上回来，可能明天一大早工作，可能才晚上9点10点，我说我明天凌晨4点要出门，我要赶快睡了。他也可以随时就是说睡就睡，啊要起来就起来。刚好他有这个专长，随时可以睡。真的，我觉得这边在生活上有对我，还有工作上有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技艺超群，显神通哦。这一点其实真的是结婚之后才发现的，因为结婚之前记性好。对，结婚之前其实我们不管是去哪里啊，生活上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在记我在打理的。比如说整理东西的时候，都是我知道家里什么东西放哪里，然后我们需要带哪些东西，我们的整个行程的规划。是因为你负责收纳吗？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刚好他也不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好就变成是，我们出发前之后，他就是在沙发上滑他的手机，那我就是不会把这些事情打理好。可是呢，就是等到结婚之后，有小朋友之后，完全就是反过来，因为我的节奏是属于比较慢的人，但有小孩之后呢，你很多事情是要赶快来，小孩突然要什么，你就要马上，对，所以我常常会被搞到最后，我的精神状态是很紧绷，或者是很焦躁，然后久了之后，我就会开始会忘东忘西，可是我就发现到后期之后，变成是妈妈的本性可能就出来了，她会非常清楚家里的每一样东西放在哪里。像有时候我找不到说，小朋友的比如说乳液用完了，她就会跟我讲说，在哪一个柜子打开之后，哪一个篮子什么颜色的篮子打开之后放第几排，她会完全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她很奇妙，就是她对于自己的事情她都不记得，她常常找不到她的东西。可是家里的东西、小朋友的东西、我的东西，她常常都会找到。就像前几天，真的就刚发生。我们一起出去，然后我开了他的车子回来之后呢，我就换了一个包包了。然后换了一个包包，隔了几天之后又要再开他的车子之后，我找不到他的车钥匙。然后好几天了，我不敢讲，我就每天自己默默的收工回家之后啊，小朋友的事情忙完，他睡觉了之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翻箱倒柜的这样子。然后他就以为呢我在整理家里东西，因为我们最近也刚搬家了一阵子，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我就真的找不到，我也没辙。我跟他讲说，老婆不好，对不起，我把你的车钥匙弄丢了，可是我确定一定在家里。他也没有生气，他就想一想之后，他就跟我说，开始推理。你前几天应该是穿哪一件裤子？你那个包包找过了吗？他说找过了。那你去找你什么颜色的短裤？然后我说不可能啊，我找过了，没有。他说那你就再去找一次。我后来才发现说，我穿的是工作裤，我找了侧边的口袋，但是大腿旁边的口袋我没找。后来一摸就真的在里面，就已经发生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我都会跟朋友开玩笑说，他现在像我们家的 Siri。就是有事情问他，然后呢，他都会给你一个答案这样子。Siri， 我的钥匙在哪里？对，你又忘记了我的主人。你是猪吗？我的主人。那你就是猪太太。那他帮你找到的时候，他会不会念你？你有动脑吗？你有在看吗？他也不会念我，他只是说你就是照逻辑下去想，你一定可以找得到。然后我也很纳闷，说我真的有照逻辑，但我就是找不到。很厉害的思考逻辑耶。对，目前都是互补啊，其实。一定的，都互补的蛮厉害的。最后一位，爱情长跑还什么优点你没看过？有居家美学大师。哎呦，以前我们刚结婚，我们也没有什么家里面啊，因为没有钱啊，那时候什么布置啊，什么没有。刚结婚你是多穷啊？我32岁跟他准备要结婚了，对不对？我在结婚的前一年，我30岁的时候，我已经存了人生的1000万，但我在结婚前那1年，我被骗光了，所以我连礼车我都没有，我连度蜜月都是岳母赞助那20万是给她的嫁妆，拿来我们去夏威夷度蜜月，好穷哦，很穷，真的很穷。那后来呢，我们也就是慢慢累积。居家美学大师呢，我可以一路上看到他可以为了不断的我说加分嘛，精进自己，他去取得了这个中餐西餐的证照，好强！我阻止了他烘焙，你别再烤了，不用了，太累了，不然他还要继续烤。然后呢，他自己去学了很多。第一个，他这个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厨房，你看到放刀子啦、放锅盖啦那些器具，是他去网络上面找，
找来搭配的。盆栽它要用杯子去装，好，这些都是它的巧思。那像这个呢，当然都是一小角。金钟讲座啊，对，因为这个讲座我实在不晓得放哪里，不晓得丢掉也不是，对不对？丢掉怎么能丢呢？对，因为不晓得放哪里。你丢掉要把你的名字先磨掉啊，要不然很尴尬。对，那又不像陈有那么多座啊，我们就一个。那插花，那他就去上了几堂课，自己插，他就很会弄。那我就觉得。这个菜，这个是 brunch。好，我们出去外面吃 brunch，因为他们很爱吃。就他说他也可以自己来做。我说真的吗？卖的。你看底下那个什么木板啊、木盆啊，那都是他买的。什么头发也是他剪的啊？哦，对呀，因为我在大概至少15年喽，我曾经忙到我就要外景、要棚内、要什么，我真的没有时间剪头发。结果他为了这个，他跑去学，上了4堂课，只跟老师说，我只要剪我老公的头发。你看一下荧幕，他头发就这样，怎么剪？你就教我这样就好。学4堂课，他为你而活哎，为我而活，他就是绕着我在，他是我的卫星，你知道吗？所以我不能没有他。另一半个性太疯，竟连老妈都不放过。我希望老公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着我更神经病一点好了。他是一个对于生活很松的人，他放松到刚讲说妈。哇，逆袭呀，逆袭！他是我的卫星，你知道吗？所以我不能没有他。第一次剪完这边就凹了一个洞，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你会越剪越好。然后再剪到现在越剪越好，都是他剪的，好厉害哦，很厉害，对，一辈子要感谢他。对啊。哎，我们这个女王大人第一次做这样的主题，通常都是请老婆来这骂老公的，通常都是这样的。这个节目，他的观众就要喜欢看这些。我们要听一些正面的，能够找到一些共感，你知道吗？哎呦，但今天这样在称赞老婆，哎，不得了。哎，我觉得别有风味，真的，好不好？但是你们也很难得，听听老婆在同场能跟你们说些什么。我们能准备的也不多，有一些的真的是联络上有困难，有些人联络不上。我们找到了这个老婆，2个，她有话要说。来，请看谁的老婆。在我自律神经失调的那一年呢，昌明照顾我照顾的无微不至，然后我甚至觉得非常厌恶自己，然后他反而非常有耐心的一直很鼓励我照顾我，然后甚至他还说为什么生病的不是他，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对小孩也非常的有耐心，甚至我们结婚21年来，他对我的猥亵，眼神的猥亵，行为的猥亵，从来没有断过。没有啦，应该说是热情啦，热情从来不减。那我就曾经问过他，我说为什么我嫁给你21年来，你从来没有对我不耐烦过？我自己都会觉得对自己不耐烦，然后会看腻，你怎么都没有？他就回我说，你对我那么好，付出这么多，我爱你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对你不耐烦？对你很看腻？我就觉得。天哪，太感动了！因为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嫁错人。老公，爱你哦。好可爱。哇，你们来这一招，你的这一段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为什么雅安姐会认为你们只有结婚21年？为什么这个年份有落差？消失2年到哪儿？因为他常常这样，都算不清楚。我怀疑他外面不晓得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对。再准备一份礼物。他是谁？哪一刻会让我觉得自己嫁对老公？我觉得是在有小孩之后，我们的角色身份都不一样了，然后生活的节奏啊，很多事情都跟以前差蛮多的。那在这么多的改变之后，你还会觉得牵起这个人的手很幸福，然后很多时刻你会有回到恋爱时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难得，这会让我觉得嫁对老公。什么地方可以再更好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笑的人，然后我也很没有规矩，所以呢，我希望老公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着我怎么讲？就更神经病一点好了。
好可爱哦。漂亮，听得懂他说什么吗？我听得懂，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对于生活很松的人。然后呢，我是还有个松弛感。对，然后就像是他很喜欢开玩笑。然后我刚刚其实原本前面想要讲是让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是，他放松到，当然也是跟我妈妈有相处一段时间，有互相了解了。就是我记得第一胎刚生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小朋友因为第一胎，姐姐是属于。她是算高需求宝宝，就她很容易敏感，然后很容易大哭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妈妈发现说，哎，怎么最近一直抱她就会哭，然后但我们其他人抱是不会。然后我妈妈就很想说，就很担心，想说啊这个小朋友怎么了？那我妈妈又是属于偏迷信的人，就跑去求了符，然后回来呢就跟我们讲说，她求了这个符，然后她是不是要洗那个胡辣醉？然后我们说哈，你一抱他就会哭。他说对啊，而且我发现奇怪，你们抱都不会啊，我一抱他就会哭哎。然后梦思就突然想一想之后，开玩笑跟他讲说，妈，那这样是不是你应该要洗胡辣醉呀？他说哇，因为如果他要洗的话，应该是大家抱都会啊，但只有你抱才会，那应该是你要洗胡辣醉。哎，蛮有道理的啊。逻辑正确，对，对，逻辑真的正确，直接戳破了盲肠。对，然后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他也是都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看很多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啊，时间到了应该怎么样？小朋友时间到了应该要洗澡，应该要睡觉什么？那我就会属于比较紧张一点。你比较按部就班一点，对我比较按部就班，他比较有松弛感，对他比较松弛的感觉。很好啊，这样的互补超棒的。当两个人能够理解对方的需求，然后包容彼此的不足，不吝惜赞美，在顺境的时候可以分享快乐，在困境的时候也能够相互扶持，随时给予鼓励。我相信经过时间的洗礼，你们的爱应该会更加的稳固，彼此成为生命中无可取代的依靠。好不好？不像今天某一个来宾说，难道我以后要来娶看护吗？哦，对不对？我们也没讲谁了啊。好，女王大人，我们下次再见啊！来 ，See you。记得这么清楚，好，谢谢。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